Hello， 大家好，我们是草泥尼尔汉堡，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的能美漫《飞出来》第3季第19集。这一集主要讲弗莱变成自己爷爷的故事。超新星爆炸现场，众人翘首以盼。在等待的时间里，班德叫弗莱去蹦盆爆米花来，而弗莱为了不错过爆炸的场面，直接把不能放入微波炉的爆米花放进了微波炉，导致微波炉的辐射和超新星的引力子结合，众人穿越时空来到了1947年的7月8日，爆米花也变成了玉米，但众人毫不知情。当准备回家时，才发现地球的交通稀疏，表面出现了臭氧层。不仅如此 ，GPS 也消失，飞船发生坠毁。班德的零件散落一地，对此莉拉吩咐约翰捡零件，其他人休息。很快夜幕降临，正当约翰捡完所有零件，几辆部队里的车包围了他，并把他和零件带到了一个空军基地。空军基地的将军以为班德的零件是外星飞船的残骸。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在1947年的7月8日，美国新墨西哥州罗斯维尔的当地报纸上的确发布了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它就是空军在罗斯维尔发现坠落的飞碟。第二天，将军立即派人在附近搜查。通过高精准的计时器，教授总算明白，现在是1947年的7月9日。至于为何会来到这里，当然是因为弗莱把金属放进了微波炉。这时，莉拉拿来今天的报纸，只见班德的屁股出现在上面，大家这才知道外面所发生的一切。此外，约翰还被当成了外星人。虽说他的确是外星人，而要想要回到原来的世界，只能在24小时内从之前穿过的空间洞回去，而距离飞船的正常使用还有10个小时。而在这10个小时内，必须要有一个新的微波炉，否则大家就不可能回去。与此同时，弗莱还要潜入基地解救班德的零件，正好他还可以去见见驻扎在基地里的爷爷。教授却表示不行，弗莱不能扰乱历史，除非是应该做的事。为了让他深刻了解破坏历史的重要性，教授还打了一个比方，例如如果弗莱解决掉自己的爷爷，他就不能继续存在。利用多用途喷雾，弗莱如愿进入到基地，然后用班德的眼睛如愿找到爷爷。在基地里，爷爷是一名小小的打杂工。弗莱为了让自己好好生存，拼尽全力保护爷爷，结果没能保护到爷爷，还置人于危险之中。另一边，约翰成为实验对象，教授想知道他吃什么，但事实证明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因为只要是正常人都很难接受约翰的吃相。教授和莉拉乔装打扮来到百货公司，他们想在这儿买一个微波炉，可在当时根本没有微波炉，人们甚至都没有听说过这种东西，因此店员只能向两人推荐另外一种家用电器，惹得莉拉十分不高兴。至于弗莱，他终于带着爷爷从基地里出来，爷爷以为班德是饭盒，伸手把他的大脑放进嘴里吃掉了。接着爷孙俩来到咖啡厅，在这里弗莱看见了爷爷的未婚妻及自己的奶奶，他觉得两人很快就会结婚，爷爷却不这么想，他说寻找异性朋友仅仅是因为应该结婚生子。弗莱听后非常害怕，恰好此时厨师在煎牛排，于是他一个起身，紧张的他又带爷爷离开咖啡厅，把他关进一个小木屋，自己则和班德离开。他认为爷爷这下总算安全了，自己可以好好存在。但小木屋正在核实验的范围之中。弗莱就这样亲手解决了自己的爷爷，莉拉和教授也没能找到微波炉。就在他们认定自己要被困在这个时代的时候，莉拉看见核爆炸，突然想到可以从军队偷来微波雷达天线。教授却不同意，他表示每个人都有义务让历史保持原样。而当奶奶知道爷爷去世的消息后，她很难过。弗莱上前安慰奶奶，由于他的模样让奶奶想起了爷爷，所以奶奶请弗莱送自己回家。罗斯维尔军事基地，杜鲁门总统接到将军的通知来到此地。对于此次外星人事件，将军已经叫专家把所谓的飞船残骸组装起来。既然如此，总统决定把他送到51区研究。传说51区专门用来研究外星人。继而会见约翰，问他来到地球有什么目的。如果是为了和平而来，那要么投降，要么领盒饭；如果是为了战争而来，那他自己投降便是；如果都不是，那就只有解剖了。同一时间，弗莱已经把奶奶送回家。面对自己最亲的人去世，两个人都很悲伤。奶奶更是悲伤的主动对弗莱投怀送抱。弗莱经不起诱惑，和奶奶开起了车。等次日一早醒来，教授告诉他，他自己变成了自己的爷爷。弗莱才惊慌失措。之后，因为教授不想再上我是我爷爷的不要改变历史课，在他的命令下，众人启动飞船去投军事雷达，对军事基地进行摧毁。在这个过程中，一位侦探家对飞船拍了照片，约翰和班德的零件也被救走。最后，好不容易偷走雷达，一行人成功从军事基地撤退。结果班德的头又不小心从空中滑落，眼看空间洞就要关闭，几个人只好抛弃班德回到未来。不过好在虽然过去了1000年，但班德还在曾经落下的地方活得好好的。等弗莱和莉拉找到他
他，把他按在零件上，一切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整件事看起来就是星际快递公司的一个小插曲，毕竟平时他们经历的怪事也不少。可这件事对弗莱来说却一点也不简单，因为他不仅解决了自己的爷爷，还因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这2件事放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所以弗莱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历史之所以叫历史，就是因为它既是既定的事情，是怎么样也无法改变的事情，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可以流传下来的事情。纵使它有所错误，也是错误的历史。它具有主观性，而想要改变真正认识历史，实际上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每一个人的价值观不一样，自然对每一件事的看法也就不一样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评论、加关注，咱们下次再见，拜拜。